个时候的话 ，top down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那底下的人不可以用旧的方式在做这些执行，更多的数据分析、数据治理这些能力必须要加进来。大家好，欢迎来到 Power Talk。那我们这一次很高兴能够请来麦特电子的 Ray 来跟我们做分享。听说今天也是远道而来，从新竹这样一路上来到台北，是，真的辛苦了。是，还好没塞车嘛，对不对？对，下午比较不会塞车。好，那我想说，就很快让 Ray 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您自己。对，好，那我是 Ray， 那我目前是MightyNet 的 CEO， 也是麦特电子的副总。那我们麦特电子过去其实30几年都是在做这个 ODM、OEM 的生意，那主要是在车用电子还有网络通讯这两块领域。那蛮幸运，在过去的这30几年呢，我们遇到了一些关键的客户。那这两个客户呢，是独角兽等级的，那也让我们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营收的一个突破。那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们也从这些比较创新型的客户呢，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在2016年的时候呢，成立一个新的品牌，叫做 MightyNet。那这个品牌其实是用磁铁这个 magnet 这个意象转过来，然后我们用这个 net 当做一个磁铁，那希望透过这个磁性的一个网络，可以吸引好的创意到这边去进行更多的一些交流，还有产生正向的一个循环。对，那公司在1986年成立以后呢，陆续在中国设厂。那我们目前在台北、台南，还有就是新北都有办公室，还有研发的这个业务办公室。那我们目前在台湾有300人，在对岸约有400-500人，所以是接近1000人的一个规模。那也很高兴今天也受邀可以来这边做一些制造业相关的一些分享。是。很有趣。刚才有提到 MightyNet 原来当初在发想的时候是像用磁铁 magnet 这种方式去想出来的，是因为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像刚才有提到有2间是像独角兽这样子创新的公司进入到你们的就是这样子的 community 里面吗？是，我们其实后来发现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跟其他的 OEM 厂一样，都是做这种就是这个消费性电子产品。那后来这些产业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成本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用规模经济的方式去营运。那其实比较不适合我们的这个生意的形态。所以在2000年初的时候，大概2000年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2个那个时候是很创新的一个客户。那其中一家呢，我常常就提到它是就 Ubiquiti， 它是一家就是 Apple 的一个前工程师创办的一家网络通讯公司。那我们其实在当初2005年跟他接触的时候，它一个小公司。那我们在接触的过程发现，它有很多新的一些点子，然后做的产品呢也是当时市面上没有的。那我们陆续跟他合作了以后，就发现其实它非常有爆发性。然后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营收除此之外，我们也跟他学到了非常多新的一些技术，网络通讯的这些技术物联网的这些技术，那也培养了一些设备和人才。那这个过程我们发现说，这样的客户我们希望他有一些滚动，但是不是透过规模经济的方式，那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很多的客户他是透过这些转介绍或是我们的服务因为够好，所以产生一些口碑的效应过来。所以当初用 MightyNet 这个意向就是说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好的一个网络，可以产生正向的循环，吸引更多创新形态的这些客户来加入到这个网络里面。对，这是当初的一个构想。是。这个提到的就是当时候有耳闻，就是麦特在创新基地这样子的 idea 发想的时候，对，当时候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不论是用规模经济的方式，或者是用口对口的方式，让别人知道有这样子的基地的成立。在这中间到现在一些导入实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的？其实我们最早其实想的比较单纯，就是说因为有新形态的客户，他就是我未来的潜在客户，可以带给我营收。但我们也逐渐在合作的过程发现，因为我的场域我也需要一些提升，我也需要一些数位转型，所以这些创新形态的客户，他其实既是我的客户，也可以是我数位转型的一个伙伴。是。那在这个过程我们其实是互相学习。那的确呢，我们从就是2016年 MightyNet 成立，已经合作了超过了150间的这种创新还有新创的这种公司。
那很多他们是硬体公司，但他们这些硬体公司通常会带一些软性的一些 solution 进来，所以它可能有一些感测，它可能有一些就是特别的无线的一些技术低功耗的一些技术，或者是说它有一些特别省电的一些能源的一些技术。那这些技术其实在我们整个场域所谓工厂的领域的应用，其实它都有很多的一些合作。举例就是说，我们大概在2016年那个时候遇到一个新加坡的团队，那团队它其实是做各种气体感测，那它把大概16种不同的一个气体的感测装在一个像这么大一个小的一个装置里面，那全世界目前是最小，而且现在都很流行绿建筑，所以一台这样的一个感测器就可以符合绿建筑的这个认证标章的一些需求。那我们发现除了绿建筑以外，工厂其实有很多气体监测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环境最基本的温度湿度的控制，或者是一些挥发气体的控制，甚至到落尘particle 的控制，那这些都是工厂非常基本。但过去在没有这些sensor的时候，我们只能用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些量测方式，也不是连续量测，然后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即时监测的概念。那我们除了帮他做产品以外，我发现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自己也需要，所以我们后来就大量的部署在我们整个的厂区做这种环境感测的一些solution。是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互相学习的一个案例。对啊，就一部分是当他们是你的客户，同时也可以变成是像这样子的合作伙伴的关系。对，刚才提到说就像这样子的气体感测，除了在一般的建筑上面会使用到之外，也会在需要在智能工厂的方面也会去持续会去使用到它。是，跟你说它会不断的去连续做感测，对，等于就是让一个装置在那边随时去侦测是不是有任何需要调整的地方。没错，其实这应该像是在最近尤其是在数位转型智慧工厂非常需要的一个关键点。没错，因为刚才有提到就是像这样子一个智能的试验工厂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有趣的实例能够跟我们分享呢？我觉得下一个就是说我们遇到很特殊的一些案例，主要都是针对人员的一些管理，特别是在人因分析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台湾它跟日本一样都是少子化，所以有非常多的一些缺工的一些问题，所以你在产线上面大量的使用传统的人力去做组装或者是做检查的时候，你的这个人越来越难找，越来越难训练，然后他的经验越来越难传承的状况下，我们就需要各种的这种辅助的系统。那我们也很幸运呢，找到几家AI 相关 solution 的一个公司，那包含 Powerina 那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在我们第一次看到利用这个视觉辨识去做这个人因分析这件事，我们其实非常惊讶，因为在早期我们经历这个传统的 IE， 那这个传统 IE 它其实是用那种码表非常辛苦的方式去做这些人工工时的一个计算，而且它不是连续量测，跟刚刚那个气体感测一样，你只能知道一个时间段的这个 sampling 的这个 data， 但它不能代表你真正产线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但是透过了这个 camera 即时量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一连串发生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回放很多次去检讨他们发生的事情要如何去做未来的改进。那也透过了人工智慧这样的一些姿态的识别，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原本很在意的一些，比如说 cycle time 或是一些 failure 的 notification， 可以透过这些方式直接去侦测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导入这一块对于人员管理它有一个非常实质帮助的一些系统。那这样的系统其实人因分析是一块，那另外一个就是瑕疵检测。那瑕疵检测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进料，或者我们在产线会需要收挺大量的外观的瑕疵。那传统过去我们就必须要靠人，而且它会有一定的限制，这些人可能必须要是眼力特别好，然后他具有一定的品质这个 quality check 的一些经验，然后你要限制在一定的光源、一定的角度让他去做这个 check。但是常常这件事情很难标准化，因为每个人他看到的回馈的东西都会跟你说是不一样的。有人觉得这个点就是太大，有人觉得这个太小，有人觉得这个看不到，有人觉得看得到。所以这些很难判断的这些瑕疵检测呢，后来也有一些AI 的 solution 导入，那他们就帮我们降低了
很多这些人为的误判，然后也更客观的去记录我们每天生产的一些品质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到 AI 在这个制造业应用领域非常有帮助的一些 solution。是，对，就是在工厂里面，刚才也有提到就瑕疵检测的部分。对，其实 AI 也是在 AOI 里面，也像看更多 AI、AOI 的相关的解决方案也都有。对。然后我们的话可能就是在于说，你的过程上面，人因上面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作业上面能够去做到一些检测。那通常像这样子的新的这种解决方式，对于一些传统的制造商来说，总是还是会有一些有一些坎要过去，或是有一些导入的上面的那种阵痛期。是。您看到有没有像这样子的状况？然后通常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要怎么样能够经过，让它比较顺利的导入进去？必须老实讲，就是说工厂人员他们传统的这个职能其实是比较像是记录人员或者是这个规范的 follow up 的人员。但是在导入这些新的 solution 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更多是所谓的数据，还有分析的能力，还有 IT 相关的能力。比如说它有很多跟网络通讯的交互，他必须要了解为什么这个 data 是要靠这个东西来收集。那我收集的东西怎么样算是正确？他必须要有一些统计的观念，然后有一些数据的一些观念。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其实在传统我们训练的品保人员或是工程人员其实是很稀少的。所以我们都期待是未来应该在工厂会有更多他是懂数据也懂传统的这些 IE 或是品质的人员，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职能。但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外部的一些资源就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说我们是一个中小型企业虽然公司已经30几年了，但是我们还是缺乏这样的人员。所以外部的 partner 他对于 AI 的理解，他对于数据的这个分析还有数据治理能力的一些理解，这些 partner 就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当这些 partner 能够跟工厂产生正向的交流的时候，你一个 solution 才能真正的导入。但实际上就是说因为原本的本质学能不同可能外部的人员他们更懂的是新的技术或是数据，但是他在制造业的流程管理或是一些ISO 这些规范的管理可能没有像工厂的人员那么了解是，所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 gap。那个 gap 我是觉得在导入任何新的技术的时候都会产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top down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让管理阶层先认知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对，那底下的人他们不可以用旧的方式在做这些执行，他们必须要学习用新的方式，更多的数据还有分析还有数据治理的这些能力必须要加进来。那然后怎么样良性的跟外部的这些 solution 的伙伴去做沟通，然后 IT 的人员在这个地方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有非常多的 data必须要去做串接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会在这个导入任何的这个新的 solution 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phase。对，是刚才提到 top down 这件事情。对，麦特当时候在您本身在导入进去的时候也是像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的吗？有没有什么小故事能够跟我们分享呢？其实MightyNet 它最早2016年成立只是一个研发单位，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recruit 的人就基本上就是研发。那研发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它基本上虽然要跟工厂一口 work， 但是它会跳出在工厂外看一些比较新的东西，所以才叫做研发嘛。对，研发就是很多的未知，对，他必须要面对未知，所以这些人他本身就一定有一定的一个创新或者是面对未知的能力所以我们在2019年开始去跟这些所谓的外部的这些系统公司或者是新创解决方案的公司合作的时候，我们不是先用内部的团队去 engage，而是我们是先用外部的这个研发单位去跟这些团队做 engage。那这样呢，确保说在这些研发人员可以理解他们的这个 solution 的同时，也愿意接受这样一个 solution， 因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学习。那工厂其实它很重视 operation， 所以如果你没有透过就是前期的一些就是 cook， 他很容易就觉得说你要来打乱我的节奏，我有很多很多排程你为什么要
叫我学新的东西，我连自己今天要做的东西都做不完。所以我觉得当初我们其实蛮幸运，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是研发单位，所以我们比较 open mind 可以接受这些新的 solution。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在过去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都比较像是 project base，就是小规模的在做。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要盖新厂因应这个台商回流还有中美贸易的这些关系，我们在2020年决定要盖一个新厂，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新厂也成立了。那因为这个新厂100%是我们自己做 operation，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说哪一些东西我们应该用新的方法去 run， 这也给我们一些新的机会去用这些新的 solution 导入，比较不会有这些过去的这些包袱，所以我觉得这是2个我们蛮幸运的一个地方。对，是。在导入这些新的解决方案中，有没有一些东西让你觉得说最自豪的？我觉得第一个非常自豪就是说，其实很多的 partner 他们在跟我们导入的时候，我们都就是把 infrastructure 这个事情都做得很好。因为其实你要导入这些新的 solution， 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你的网络通讯的结构是不是足够强健去接这么多的 IoT 或者这么多的 data 的 solution。所以在新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用最好的这个网络通讯系统，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Ubiquiti 他们的网络通讯系统。那个时候WiFi 6还没有很普及的时候，我们就率先导入它全部的 WiFi 6的这个 solution。那也包含了 camera， 也包含了门禁的系统。那后来也包含跟 Powerina 的合作，也是 based on 在他们的网络通讯还有在他们的 camera 系统下面去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确保它的这些 data 的品质是一个很稳定的状况。那第二个也面临很多的 IoT， 其实它不只是 WiFi 而已，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网络通讯，比如说有很多 IoT 专用的网络通讯，比如说像是 LoRa， 像是 CFOX， 或者像 NB-IoT Cat-M1 这些长距离低功耗的网络通讯 solution， 我们在我们这个厂区也全部都建。所以它是非常稀有，是同一个厂区有好的 WiFi 6，然后也有长距离低功耗的这些网络，那甚至把 LoRa、CFOX 这些网络我们都接进来，所以它就在很多的电表或是刚刚讲的气体感测的 sensor， 我就可以不需要赞助我 WiFi 6这个宝贵的频宽，我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去把这些 data 借出来，而且可以拖到很省电可以接很多的 sensor 这个方式。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觉得很棒的点，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在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其实是思考的蛮 OK 的，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地基，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基上面可以长很多很多不同的 solution。那目前也还没有看到它的瓶颈。对，它的确是一个地基。对，因为刚才提到 infrastructure， 其实这个东西最重要就是你要把基础打稳。对，你上面如果说要再用一些更新的东西什么的，你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去建立起来。对，像现在其实蛮多台湾有很多的隐形冠军，不论是因为在最近 EV 的兴起，或者是在更之前有半导体相关产业所带动出来的都有。那他们这些隐形冠军，其实我们看到还是蛮多都在用传统的制造的方式去跑他们的场域。对，那除了像刚才提到的地基打稳，然后才有足够的稳固的地基能够去做到转型之外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层面上面能够跟他们分享说如何去做到转型这件事？我觉得其实本业这件事情当然是很重要，但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你在70%的本业以外，你可能30%要去思考外面这个世界跟你的本业的关系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新的技术，它对于你的本业其实有时候都是破坏性的。比如说对汽车领域来说，电动车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它其实是一个破坏性，因为它把你原本可能最重要的一个 BOM cost 引擎这个东西直接拿掉。对，所以这些破坏性的东西，它一开始可能是30%，可能它慢慢可能会40%、50%、60%，会慢慢的一些增加。所以第一个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身为不管是公司的执行长或是董事长，那你一定要花一定的时间把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带到公司来，让你所有的团队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新的技术、新的改变，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公司什么，
包含就是中美贸易开始所有的地缘政治，所有的供应链的这个转移，所有的长边效应也是一样。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当你的团队对于外面的世界有个熟悉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好的一个 buffer，是可以去承接或是吸收外面这些团队的这些 knowledge，那它可能不见得是一个每天在做 operation 的团队，可以是我刚刚讲的一个所谓的研发团队，也可以是专门的这个所谓的新产品导入团队，或者是数位转型小组，或者是现在很多公司在谈 ESG 或者所谓的 ESG 专案小组。那这样的一个小组的团队，我觉得对公司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人就是在帮你把公司很多的未知还有很多的就是新的技术，可以在这个小的团队里面先做一些就是说一些 filter 去做一些筛选，可以知道说新的技术怎么样对你的公司产生正面的 impact。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这两件事情都是要有高层非常的大力的一个支持，也知道这样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短期上，你可以说不管是去看外面的世界花的这些出差费、差旅费或者是参加这些论坛，短期内其实产生的这些车马费或者是费用，或者是你刚刚讲的一些专案小组，不见得在短期可能半年1年都不会对公司产生一个很直接的营收影响。但是你公司的决策者，你怎么能看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觉得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你有一个好的团队，然后你也知道这些团队你要给他时间，让他去 cook。那我们最近其实有一些传统的这些业者的一些法人，他们来我们公司，那看到我们公司现在也开始做一些 e-bike 相关的 solution 的东西，然后也有做一些汽车相关 solution 的东西，那我们都用比较新的方式，他们都蛮讶异的，因为他们也就如你刚刚提到，就是很多现在他们所在的企业都还是用很传统的方法做，可能都连纸本这个作业都还没有就是大量的数位化，是，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一些交流。那这些所谓的法人和业者，那我觉得他们另外一个任务也是把这些其他的产业在做的一些事情，尽量能够带回来，去影响到这些产业的一些变化，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你公司有没有一个好的团队正在去承接这些事情，然后你的决策者愿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很 commit 下去执行？对，是。刚才提到说，在从了解到外在的世界，然后再带到回去公司里面，然后公司是不是有这样足够的 knowledge 跟 buffer 能够去成立，能够去接纳这些事情？那讲的无外乎就是一个团体的韧性嘛，因为企业的灵活性。其实看到麦特，无论是你们的触角，有现在在制造上面也有，然后就其他的像创新基地这个东西也是，它就是不断的去给它很多的有点像是装备了。然后让他能够面对这些多变的世界当中，有很强韧的方式能够去进步，然后甚至还继续生存下去。对对。那再看到刚才也提到，就是像现在可能地缘政治或者是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像那个制造业的供应链外移这些部分，麦特在面对这些状况之下，在企业策略上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其实地缘政治对我们目前台湾传统制造业思维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过去我们可能台湾都很习惯，就是说哪里有规模经济，我们就往哪里走。所以我们从台湾到中国，然后到东南亚，甚至非洲，其实追求都是所谓的规模经济，或是新的一个市场的一些这个人口红利，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所以各国他们更倾向就是用当地的制造业。当地的人的制造业来做制造，因为even是美国，那前阵子他们也很强调，就是说在美国制造这件事情，所以会有这个台积电的这个邀请到美国去做生产营运这些事情发生。那也是因为这些地缘政治让他们重新思考说，如果你一个国家连制造业的一些基本都没有，可能再一次疫情，或是再一次这样子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地缘政治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自己的口罩
或是你自己的一些基本人民要生存赖以为生的一些基础的设施，你都没有。是啊，所以制造业大家在这个状态又重新被唤起它的一个重要性。那我觉得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因为台湾人我觉得相对在很多的国家来说就是非常有韧性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知道怎么样用当地最好的一个资源去做生存，去做发展。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机会其实不见得是来自于纯制造这件事情，可能来自更多的是你怎么透过把制造变成是服务或者是 solution 的一个方式导入到各个国家。在台湾其实我们在谈这种数位转型或者这种 digitize 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除了德国、日本或是像中国、台湾这几个在制造业比较强的国家，那各国他们都想发展自己的制造业的时候，他们缺乏的就是这样 digitize 或是这种 digital transformer 这些的能力。那台湾可不可以转型变成是一个输出技术，而不是只是做输出硬体设备人力红利利用当地人口红利做自己制造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可以思考未来可能变成的一个方向。对，蛮好的一个愿景是，对，就是其实最后就是大国，每一个大国都想要自己的制造业，所以它一定是以当地的人开的制造业为主，就像中国以前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所有的制造业以前是台湾人为主，但是现在全部都是中国人。那不管是美国制造或者是印度制造，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台湾人如果一直想要在那个地方当那个 local king，最后不见得会如他所预期的这样子。所以你可能要反过来，就是说你怎么做一些技术输出，而不是在那边当那个 local king。对，local king。中文会不会是本土天王呢？因为其实在进来这样子的产业当中，在进来这样产业之前，其实对制造业都有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工厂。那没错，现在看到的时候，发现制造业的确是一个国家经济体系的一个根本蛮好的出发点。对，我觉得 MightyNet 在这几年就是其实跟 PowerArena 或者很多这些合作伙伴，其实我们打造一个就是一个很有韧性或者很创新的一个生态圈。那这个生态圈其实我们希望不是只是在台湾，所以我们更希望说在我们看好的一些市场，比如说日本还有新加坡这些新兴的领域，他们有更多的一些机会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生态圈的一些能力去向外输出或是辐射。那麦特不见得需要当那个头，也不需要一定是领头羊，但是我们可以跟生态圈的伙伴一起合作，找到适当的一个机会，然后找到市场转型的可能性。那这个是我希望接下来可能这几年可以发生的一个愿景。对，是好，谢谢麦特的 CEO Ray，谢谢今天的时间，谢谢。